说你怎么不看一下时间呢？我都睡啦。哎呦，觉什么时候不能睡呀？成了，成了。什么成了？婚礼啊！我爸我妈同意咱们俩方案了，不用回老家办了，把爷奶接过来就跟这儿办。真的？真的。这么大的事儿，我敢跟您打岔吗？老公，你太好了，我爱死你了！哎，不是你怎么做到的？哎呀，我呀，明确目的，坚定信心，开动脑筋，左右迂回，态度诚恳，苦口婆心。总而言之呢，我是时刻把鸟领导装在我的心里的，想鸟领导之所想，急鸟领导之所急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就你拼。我现在深刻体会刘眼泪想跟我说过的一句话。啊？他跟你说什么？他跟我说啊，婚姻是需要用心经营的，经营的好呢，它就会是个好东西；要是经营的不善，它就有可能是漩涡，是陷阱，是坟墓，是……哎，你能大半夜的不做报告了吗？啊？我这不高兴吗？得，行了，该汇报的也汇报完了，您歇着吧。哎，我说大半夜的你把人叫醒，你让我怎么还先睡啊？这么大的事都拿下了，您还不能踏踏实实做个好梦啊？对哈，那我试试。哎得，那我也该做个好梦了。那明儿见啊！嗯呢。回来了啊，那懒虫起来没有啊？哎，起来了。坐下，有话跟你说。哦，你打算什么时候把你媳妇接过来啊？啊，搬过来？对呀。哦，我还没跟鸟商量呢。这还用商量啊？结了婚还不在一块儿住，那还结什么婚呢？那就婚礼以后吧。婚礼以后。可以。那就婚礼以后吧。你回头把他那间屋收拾收拾。行，收拾房子的事就交给我，你忙去吧，这不还有时间呢吗？不是那什么？什么那什么呀？哦，没什么。妈说了，不是还有时间吗？我跟你说啊，你可别给我动心眼儿。我那约法3章让你废了1章了，剩下那2章你给我照办。哎，你爸跟你说话呢。我听着呢。听见什么了？不是照办吗？听听。鸟领导。什么事情这么急呀？非得现在说，下班以后不能说啊？这就叫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婚礼这关咱刚刚迈过去，下面的难事又跟着来了。早上我爸跟我说，让你婚礼以后搬到我们家来。我不跟你说过吗？结婚以后咱俩出来单过，你没跟你爸说啊？要说也得找对了机会说呀。你想，婚礼这事儿就没按我爸的意思办，幸好还有个说得过去的理由，把爷奶接过来了，我爸也说不出什么。现在这事儿不一样啊，有什么理由能说服我爸我妈同意咱俩出去单过呀？哎，要让我爸觉得他那约法3章哪章都约不住了，那他心里能脱得了吗？所以那种我再想想。说来说去，还是因为咱俩没房子。如果咱俩有房子的话，你爸肯定说不出来这样的话。要不咱俩现在就出去找一些出租房吧？别呀，我爸刚放过话，咱俩立马就找出租房，这不成心跟他老人家对着干吗？可是搬到你们家去住，那实在太不方便了呀。是啊，是不方便。你爸这人真够难缠的。你可别这么说话，那是我爸。你说话注意点啊。怎么了？你不爱听啊？你自己说说嘛，他是不是挺难缠的？咱俩为这事儿打一架不值当啊！你让我再想想。
把包给我。怎么了？你自己跟这儿慢慢想吧，我走了。哎，是不方便。他爸，话你已经说出口了，可我还是有几句话想跟你念叨念叨，你可别不爱听啊。又想念叨什么？儿媳妇要进门了，你脾气得改一改啊，别什么事都较真，差不离儿就得了。哟，你这是说你呢，还是说我呢？我全说了，省得你唠叨。可不是吗？人家青鸟在他们家里头是个宝贝儿，从小就捧着哄着。这嫁到咱们家来，本身就陪着小心呢。咱们做父母的呀，我不是已经说了吗？你怎么又唠叨上了？青鸟那孩子是有点小姐脾气啊，在这点上还真是不如萌萌。儿媳妇要进咱家了，你别一天到晚提萌萌啊，那不成心找别扭吗？我就是喜欢萌萌，多乖巧啊，对咱们俩绝对百依百顺的。你就让我说两句吧，青鸟住进来，我就说不成了。你一人说吧，犯不着答应我。那你呢？你愿意跟你妈你爸住一块儿吗？我呀，那什么，其实我无所谓。你当然无所谓了，你从小跟你妈你爸住惯了，可对罗青鸟来说，你们家完全是个陌生环境。可不是吗？我爸我妈生了我，这种血缘关系是任何关系都替代不了的。可是鸟不一样，她嫁给了我，可她跟我爸我妈那儿，那互相都是陌生人，一下子跟俩陌生人住一起，你说这都有多少不适应的地方？所以呢，两边都得照顾好，哪边大意都不成啊。这事儿啊，挺让我缺乏思想准备的，我得好好想想。其实家里的事儿没谁对谁错，别较真儿，小小不言过去就得了啊。我行，我爸他行吗？要想改变你爸，基本上不可能了，要改得罗青鸟改。那不成，要想改变我们家鸟，比改变我爸还难呢。你不是跟我说过吗？婚姻得经营。我现在对这话体会真是太深了。就经营这两个字儿，内容太多了，学问太大了，要下的功夫太深了。得了吧你这才从哪儿到哪儿啊？我告诉你，以后你体会的机会有的是。那你现在跟我说说，就我这眼下的事儿该怎么办？这事儿还真有点难，我得想想。嘿，你也不行啊！哎呦，别再这样子了！怎么高兴啊？都怪你，都怪你，都怪你，哎都怪你！他又不是叶小鱼，你打他干嘛呀？我打他一下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是？怎么又这副脸色了？叶小鱼刚跟我姐说叶小鱼他爸让我姐婚礼以后就搬到他们家去。这也没错啊，你们结婚了，住在他们家，这理所当然的。当年我不就这样吗？一住多少年啊？哎呦妈，你就别再说您当初了。我们现在要帮我姐想想主意，该怎么解决。那你们现在又没有房子住，你不住在他们家，你住哪儿啊？总不能住到学校的宿舍去吧？租房子呗。
跟外头租一房子，高兴了就回去，不高兴就不回去，自由自在。等将来有钱了，买一套可心的房子，不就成了？那怎么行啊？小鱼的爸刚说让我搬回去住，我立马到外面找房子租，那不诚心跟他爸对着干呢？那以后还怎么相处？说这亲家也真是的哈，说出来主意都那么不近人情。哎，我给你出一招，你看成吗？你行了吧你啊？你那主意出来都是横着的，哪招往下走下去都是开战，不行的。我这还没说呢，你怎么就知道要开战啊？那你快说呀！姐，你以后是不是肯定要买一套自己的房子？废话，那当然了。那就好办了。妈，你给你姐打一电话，就说咱们全家要买一套房子，给我姐做嫁妆。哎呦，买一套房子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现在这房价多贵，那得多少钱呢？就算是咱们家先给我姐垫上首付还不行吗？反正他们以后也要买房子，等他们凑够了钱还给咱们就是了。弄一套房子先住着，那可是咱们家给我姐的，叶小鱼他们家该没什么话了吧？总不能放着自己家现成房子不住，跟他们家里头挤着吧？对呀，这样既不伤和气，又把这难题给解了。行，怎么样？机灵鬼，鬼机灵，行。上次给我妈打电话的时候，我妈还说给我买房子呢，她说要跟我爸商量商量，给我付首付。可是叶小鱼他们家能乐意吗？我们家想要给你什么嫁妆，不归他们叶家乐意不乐意。再说了，他们家叶小鱼可是捡大便宜了呢，还不乐意。那也得落到实处啊，不然我怎么跟小鱼他们家说呀？琳琳这主意还真是不错的，咱们呀说办就办。你妈那儿我来打电话，你们俩明天就去四处看房。天无绝人之路啊！哎呀，我打疼你了吧？不高兴就打，高兴了就揉。给你，给你。好了，我们家领导要发指示。喂，领导，什么指示？你在哪儿呢？我跟刘野聊天呢。马上到我姨妈家来一趟，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谈。啊，这么晚？明天说不行吗？大事儿，好事儿，你来不来？啊，来，我敢不来吗？啊，好。那今儿到这吧，我过去一趟。记住，牢固树立经营理念。面对问题，百折不挠。祝你幸福，你买单。妈，你干嘛呢？鬼鬼祟祟的。刚回来。我爸呢？又出什么事了？啊，没有。我刚刚去了趟鸟他姨妈家，他姨妈说他们家准备马上买套房子给鸟当嫁妆。他们家要给青条买房子？啊，他姨妈亲口说的。他姨妈有两下子呀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没意思。行，你睡吧，我问问他什么意思啊？睡吧，睡吧。你刚才倒是什么意思呀？什么意思？
这不是明摆着冲我来的吗？那房子是人家给自己女儿陪的嫁妆，从哪儿说也不能说是冲你来的呀。这你就不懂了吧？我刚说让他们俩搬回来跟咱们一块儿住，他们家跟着就来这一手。哦，人家家有现成的房子，我不让住。说到哪儿我也不占理呀。可我当初说出口那约法3章，第2章就给废了，这不是冲着我来是什么呀？你呀，真是，上来就给儿子规定3章8章的，他那边还有另一半呢。就算你视而不见，可他不能视而不见吧？就算人家这招是冲你来的，对咱儿子不是也没坏处吗？小鱼儿这小子也是打心眼里头偷着乐呢。你说这儿子是咱们养大的，怎么一大了这想的做的都跟咱们不一样呢？我这心里呀，我才希望他们回咱们家住呢，天天都能见着儿子多好啊！他们真要是搬出去住了，还不知道几天才能回来一趟呢。哟，这说着说着还难过上了，你这不自找难受吗？可那房子是人家给自己女儿陪的嫁妆，咱们愣不让他们住，那从哪儿说也说不过去。他们这招够高的，也够损的。怎么损了？你想啊，这一招给我的约法3章废了还不算，在外人眼里，咱们家娶媳妇儿倒让人家倒贴房，这要是传出去，咱还不让街坊笑掉大牙？可不是吗？说了归齐，还不是你那约法3章闹的？现在成这样了，你主意多，你说怎么办？他们这招难不住我，他们能买，咱们也能买呀。可着咱们家实力，给小鱼买套2手房行不行？给儿子买2手房，那孩子要是不乐意呢？给他买房他还不乐意，反了他了。那存折里看看够不够？买到2手房那也得几10万呢，够呛。哎，要是加上儿子放在咱们这儿的钱，那倒也够。那就这么办。小鱼放在家里的钱用在他身上，也算用对地方了。老马那不是有现成的房吗？他嚷嚷着要出国定居，正要卖他那房呢。对呀，那房子离咱们那么近，儿子出来进去也是在咱们眼皮底下，回家也方便。好主意，要不说你主意多呢。他们想难住我，还嫩点儿。说办就办，明天我就去找老马。等等，青鸟他们家给他买房，咱们给咱们儿子买房，那不买重了吗？在外人眼里，那不成了咱们拿房子跟亲家斗气了吗？咱们买了，他们就不用买了。你能做人家家主啊？人家要是就买呢？这可够讨厌的，真讨厌。我出一招吧，买一套现房，搁在谁家也是一笔大开销。干脆，咱们给亲家提个建议，他们不是要给青鸟买房吗？咱们要给自己儿子买房，倒不如2家一凑，咱们一块儿给他们买套房，两边负担都不重，房子也不是人家家倒贴的了，你说呢？那将来怎么算呢？咱们2家写个字据，将来一旦有什么变故，也是1家1半啊，写清楚了不就行了吗？哦，先小人后君子。老太婆，你这主意靠谱，行啊你。让鱼儿约青鸟他们家人，咱们当面商量商量。早。干嘛呀？这是要开会啊？别贫，坐下。
我和你妈商量了，让青鸟家买房子这事儿不合适。你约上青鸟她姨妈，咱们两家人见个面，商量商量买房子的事儿。爸，他们家要给鸟买房子，咱们去商量什么呀？要买，这房子得两家一块儿买，要不然人家觉得我们家没房子给你们住似的。这怎么说呀？你约人就行了，怎么说是我的事儿。您提前让我知道一下不好吗？咱们对面楼住那老马，就是他闺女一家全在加拿大那个老马，说是要准备移民加拿大，跟他闺女一块儿住，临走前把房子给卖了，反正人也不回来了。那房子离咱们家多近呐，难得碰到这么合适的二手房，知根知底。咱们两家一凑，这房就买下了，哪儿找这么便宜的事儿？过了这村就没热店了。我和你妈一会儿过去看看房，你赶紧约青鸟他们家人。这太让我缺乏思想准备了。我和你妈一大早就在这等你说这事儿，这准备还不充分吗？让你约人你就约人，黏黏糊糊的，哪像你爸的儿子呀？谁儿子遇上这么复杂的事儿，也得想想。去吧，我等你回话。吃饭。来，随便看看。好的好的。哎，我先看看厨房。哎呦，开放式的，真不错，这么大。老马，你们家房子挺好的，装修的也不错。原先呀装过一次，这次呢是前几年闺女从加拿大回来的时候，又替我重新装的。不错不错，挺好的。来，坐。好。我下个月就走了，你们要是想要，就先给你们吧。咱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，你们买了房，我这屋子里的家具，你们要是看得上眼的话，折价，这装修就算白送了。我儿子已经登记了，现在弄套房子可不是个小数。这回你可帮了我大忙了。哎，别客气，我要卖房，这不知根不知底的主啊，我还真是不放心。你要买，这对我来说也是帮了我一个大忙啊。互相的啊。哎，对，互相的。青鸟，电话。哎。喂，哎，鸟领导，那什么，有个事儿啊。那个早上我爸又发令了啊，他让我告诉你一声，想约你姨妈见上一面。约我姨妈，干嘛呀？这个事儿吧，其实是这样的。姨妈，小鱼他们家正想跟您商量这事儿呢。又来了不是？哦，跟他们家合着买，还非得买他们家附近那套房子，这也太专断、太霸道了吧！我告诉你啊，上次就因为非让你回农村老家办婚礼的事情，你姨妈我就憋着一肚子气呢。我早想逮个机会会会叶小鱼他妈，我看这老太太她能霸道成什么样子。可我觉得这事儿是叶小鱼他爸的主意，小鱼他妈一般都听他爸的，都一样的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您去他们家商量。我去他们家算干什么呀？要会也得让他们到我这儿来，明白吗？就是，他们还从来没来过我姐娘家呢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好吧，那我去跟叶小鱼说，让他妈什么时候给您来个电话，约个时间来您这儿商量。行。
哎姐，你想不想要那套二手房啊？先去看看那套二手房再说呗。姨妈，我现在都乱死了，您帮我出出主意吧。就那二手房，人家住过的呀。这不刚起步吗？等以后发达了再买新的。这事儿还真是得琢磨琢磨哈。新房是贵，可是以后要再买新房，不是更贵吗？让我跟你爸去他姨妈家商量这事儿，这合适吗？是不是该让他来咱家？你们去他姨妈家合适呀，反正也没去过，看看呗。再说咱们家谁也不知道鸟他们家对买房子怎么想的，你们正好跟他姨妈仔细的商量一下。去就去，谁怕谁呀？来，您先吃点水果。来，哎呦，那个，您二位想喝点什么？茶还是咖啡？咖啡现磨的，刚刚煮好。喝茶吧。哦，什么茶？祁门红还是大吉岭？我喝咖啡。青鸟姨妈真够讲究的，什么叫大吉岭啊？知道那玩意儿干嘛？显摆。哎呀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来，咖啡，您请。您二位亲家今天来呀，真是太好了。这咱们还是头一次见面呢啊！昨天我冷不丁听说那房子要两家合着买，我可真觉得有点突然呢。来，现成的大吉岭，您尝尝看味道怎么样？要说突然呢，您说要给青鸟买套房子做陪嫁，我们还突然呢。房子这么大的事儿，本来就该两家人好好商量一下再做决定，您说是吧？那您原来想让青鸟住到你们家去，这事儿也应该跟我们商量一下啊，对吧？现在的年轻人谁愿跟老家住在一起呢？要想解决这个事情，那就得有现成的住房才行。所以我和我姐姐姐夫乐意陪嫁给他一套房子，这不算什么的啊。你们是觉得不算什么，可我们家呢？我们家娶媳妇反倒让你们家倒贴房，笑话。这要是传出去，还不让街坊笑破肚皮？哎呦，亲家，那您可是太多虑了啊！现在都什么时代了，哪还会有笑破肚皮这种事情呢？我们给青鸟买房，就算是倒贴吧，这又没有贴给别人，自家的闺女谁还会笑话不成？我呢，说句不怕您不高兴的话，这亲戚邻居们即便知道了，不但不会笑话你们，反而会羡慕你们老两口呢。你们想想看啊，现在房价这么贵，你们儿子小鱼不知道哪8辈子修来的福，小年纪他有这么大的本事，不但给你们娶回个漂亮媳妇，还顺便捎带回一套房子。您这叫怎么说话呢？我们家用得着别人捎带吗？哎呦，您看您生气了，别，我这是开玩笑，您老可别生气啊，生气就不值当了。不过这话虽然是玩笑，这道理可不是玩笑啊！不信您就试试，您看看这街坊邻居们会不会这样讲？要买房也两家合着买，一家出一半，就这么着。亲家，听您这口气可不像是商量啊。咱们两家是因为青鸟和小鱼成了两口子，才能这么坐在这儿说个话，这谁给谁也下不着个令儿，您说是不是？青鸟姨妈，
咱们说正经的吧，你们陪嫁房子，也不过只是个首付。我们看上的那套二手房，连装修都是现成的。咱们两家合着买，把钱一凑，这房子就算全款买下了，也不用他们小两口以后还贷款，也不用你们倒贴了。那要多少钱呢？怎么也得几十万。您甭担心，咱们两家再合着写一个字据，以后万一发生什么变故，房子也是一家一半，亏不着您的。亲家，您这说的可又是气话了啊！我们给青鸟倒贴，那是我们都乐意的，这还用得着说什么谁亏谁不亏吗？不过，您想的也蛮长远的，这还没结婚，您就憋着小两口离婚呐？哟，别呀，您别瞪着我呀，您这又生气了。哎呀，也是，您说的也对的啊。现在打离婚官司，为个破房子的事情纠缠不清也蛮多的。那就按您的意思，咱们两家写个字据。那就这么定吧，两家合着买，一家一半。那可定不了的，这事情我还要和我姐姐商量商量。就算是定下来，两家合着买，那买哪儿的房子，要不要你们附近那套二手房，咱们两家老人商量了还不能算，还得跟孩子们商量商量。跟孩子们商量？对呀，这做老家的自然有老家的想法，可孩子肯定也有孩子的想法。我儿子不用商量。哎，不是说好合着买吗？就算是您家不用商量，那我们也要商量。您二位肯定这青鸟和小鱼就乐意住你们家附近那套二手房吗？还是的了，这房子是给他们买的，当然要听听他们的意思了。买房子这么大的事情，咱们做家长的可不能太霸道了，您说是不是？商量了这么半天，还是没个结果。这不是说好合着买吗？还不是结果吗？是吧，亲家？哟，您这又不高兴了？别，我可是听小鱼说了啊，上回就为回老家办婚礼的事情，您气得可是摔门而去。您说您这是干什么呀？孩子们不就是说商量商量、考虑考虑吗？您至于生那么大的气吗？您听我说啊，咱们呢都是有几岁年纪的人了，得注意保养自己。咱要总是这样，动不动就气了、怒了、恼了的，这样对身体能有好处吗？您说呢？是不是？我看您呢，倒是不轻易发怒，有什么气全从嘴里跑出来了。跑出来就对了，有气可不能憋在心里，再把身体给憋坏了。可有气千万不能对孩子们发，对自己家的孩子不能随便发，对别人家的孩子尤其不能随便发。哎，来，您吃点水果，来吃点水果吧。好，我再给您换杯热茶。净听他姨妈叨叨，这趟白来了。太不像话了！咱们好心好意跟他们商量给孩子买房子的事，他倒把我损了个够。那是你愿意生气，该。谁让你火急火燎的找这有品位的好姨妈商量大事？爸，谈的怎么样啊？怎么样？下班你马上给我滚回来，跟我去看你马叔那房子。我还偏就买那房子了，今天就得定下来。小玉，下午行政办派人来跟我说了，结了婚的人得搬出去，得给没宿舍的单身职工腾出房来。没事儿，我已经跟我爸去看过那套房了，反正我对那套房挺满意。
面积啊跟咱们家一边大，足够咱俩折腾了。而且啊，装修是现成的，也挺漂亮。学校让你腾你就腾，搬咱分分钟就能搬。看来你挺喜欢那套二手房的哈。宝贝儿，要是咱能买上那套房子，那可省了大麻烦了。我妈说了，要是交全款有问题，她会想别的办法。哎，我给你倒点水。听起来倒是还不错。而且话说回来，买那套房子还有一天大的好处，那就是将来咱俩的孩子。孩子怎么了？我妈说了，今后啊，甭管是有了小小鱼儿还是小小鸟，都往我爸我妈那儿一搁，那比进了拳头幼儿园还省心呢。咱俩爱干嘛干嘛，想看孩子多晚都能看。来，不想在外边吃，家里饭现成的。哎呦，那日子要多美有多美啊！那么多好处呢，瞧把你给乐的。其实啊，有那么多好处，我还确实没有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。这不我妈都替我们想好了吗？杨领导，要是没意见的话，我就跟我爸说，就那套房子了。你说的天花乱坠的，我怎么一点也不感兴趣呢？啊？哪儿又不对了？我在你们家人眼里就是一摆设吧？啊？不是，你这话从哪儿来啊？就是呀，既然是给咱俩买房子，那你们去看房的时候干嘛不叫上我呀？那什么，我那不是想给你省点事儿吗？那我明儿带你看去。不去，新婚住二手房，我得再考虑考虑。我爸妈说了，再犹豫那房可没了。没了就没了呗，二手房而已，一手房有的是。只要有钱，还怕没新房住啊？那你到底怎么想的呀？我就是想再多去几处楼盘看看房子，反正有那套二手房垫着底呢。啊。这还真不少哎。这小区绿化挺棒的。对啊，那边还有水啊。哎，姐，走。怎么啦？这个，这个。咦，这家看起来不错。走，快！今天我和琳琳又去看了几处房，能看上眼的吧买不起，买得起的吧全都看不上，烦死我了。别烦，这事儿急不得，得慢慢来。我的腿都溜细啦。老公，你不一直说想买车的吗？我是说过，可是现在要买房，这时候买车，怕钱不够是吧？可不嘛。要再买车啊，钱肯定不够了。其实吧，哎，你可千万别跟我提借钱的事儿啊！有句老话说得好，再好的亲戚朋友，一有借钱的事儿，以后见了面笑起来脸都是硬的。你怎么老不替我把话说完？我错了，你说。本来不是我们家一直说要给我买一套房吗？现在呢是你们家和我们家合起来买那套二手房。那就算你爸面子再大，人家给你爸打一对折，那也得好几十万吧？那肯定买不起车呀。可是如果呢，我们买新房，那首付肯定用不了那么多钱，不就能省出钱来买车啦？哦，你这小算盘是这么打的呀？这么一来呢，新房也有了，选房的自主权也有了，还能买车，一举三得。账倒是算得不错，
那得看买什么车呀。你不是一直说喜欢越野车吗？对吧？钱还得看钱够不够。万一买车付不起全款，付首付走按揭不就完了？房奴加车奴啊，这负担会不会太重啊？有负担才有动力，有动力才会去创造。你不是一直说要给我创造美好的生活的吗？行，就听我们家领导的。为了创造去找动力，为了有动力去找负担。找负担？怎么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全是反的呀？